好市民5大守护，全家安心有感。健康首选好市民。玩笑尺度大对决，备笑智商跟期待一起减。当真有一点不舒服。他能想到期待，这个也离太远了，就是多少年前的事情。这很高级耶，对，这很高级，绝没有伤人啊。在那么多人的时候，很没有面子。他打那个比喻也是你会讲的、啊。不会，我不会。他这个时候一定需要我出来救场。如果我还在旁边哈哈哈哈一直笑的话，我回去就死定了。荒唐过往被戳穿，史丹利拖纳豆下水。收到了一个信封，然后打开一看，就是跟监运棒，然后2条线，想说冒冷汗是谁？到底是哪一个？对，哪一个？是代表他坏事做太多，他才会这样。我讲的是那个纳豆的故事啊。不要砍花了。欢迎收看《女王大人》。晚安，你们好。嘿嘿，陈哥，怎么样，八妹？我受不了。受不了就胖一，受不了就胖一点啊。不是这样，我有一句话我一定要告诉你。哦，就是啊你每次都这样开玩笑，我开什么你玩笑在节目上说我长得像纸扎人，这样我心里很受伤。全世界都知道这是节目效果呀，拜托好不好？有人会当真吗？对，我一开始也以为是节目效果，对，你也觉得吗？我觉得没有人会当真。没有啊。但就昨天，我经纪人告诉我，说我有一个新的业配进来了。哦。是台湾宫庙金纸协会，他们要我担任这个协会的金童玉女代言人。你看，他们就当真了。我长得真的有很像纸扎人吗？不可否认，你长得真的很像。你家现在也正在装潢，也缺经费，不是？就接个代言会怎么样？好了，开玩笑是一种艺术。哦，对不对？玩笑开得好，全场乐淘淘；玩笑开不好，就有人会想逃，对不对？双压。今天晚上呢，来一场呢玩笑尺度的界限大对决。蛮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好，我们这边，哎呦，蛮欢迎徐伟、梁和君。欢迎我们的稀客麻衣，还有史丹利的还有时尚技师海苔熊，我的女王团3位代表，阿 Q、板桥王先生，还有飞雪。欢迎3位。我们的真正的稀客是麻衣哦，好久不见，看到没有？穿得多慎重，你看，穿得跟亲家母一样。哎，这个玩笑，像这个就是玩笑，对不对？但玩笑跟谁开？跟熟人开。对啊，是好朋友才能这样。根据2024年 Cheers 这快乐工作人的杂志，他们针对25到49岁的上班族进行人际调查哦。人际。超过63%的受访者表示，曾经被同事或朋友开过让自己表面笑笑、内心受伤的玩笑。你的情绪太多了。其中最被点名、最常被开的玩笑包括什么呢？什么呢？外貌取笑。哦，一定会的。年龄攻击。哦，这个哦。家庭收入比较。感情失败的揶揄。哦。话在人说，可是听在人听啊，对不对？对。好。我们马上心情是女王大调查，是他太过分，还是我玻璃心？这种玩笑真的可以开吗？很气。你给我离海苔熊远一点。情绪是会被互相影响的。他的表现方式你很喜欢，对不对？被影响。0到100那种，超喜欢这种疯子的。来，弟弟。我经痛，突然身体很不舒服，想临时请下午半天假回去休息。同事知道以后开玩笑说：“哇，经痛来正是时候啊，刚好让你闪过下午的业绩报告，不用被主管在办公室定了，快回去休息吧。”我当下觉得很尴尬，好像亏欠他们什么，心里有点怪怪的，但怀疑自己是不是玻璃心。这种玩笑可以开吗？可以开吗？可以，不可以？准备，请举牌。可以是吗？这种玩笑很像小梁哥会讲的。对啊，没有，不可能，好不好？不可能。对，因为你这种东西哈，你要感同身受，你才知道。像我以前，我记得很久以前，我还在当那个小编剧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找那个警犬队来，
就是说那个教官嘛，然后跟他牵一只警犬嘛，那个警犬就这样雄赳赳气昂昂的坐在那边嘛，对不对？这是我觉得你演的最好的一个事。对，谢谢。还没开始吧？然后呢，我们就是要跟那个教官蕊本嘛，说啊，等下麻烦你就是可不可以请他不要扶舞前进啊，或者是说啊，那我们会拿一个手臂来啊，然后他就哇看到这个目标咬了不放啊什么的，就是有一些他的一些技能，是不是就可以在这个节目上面展现给大家看？那可是因为我讲话的时候，可能我就是这个手势有一些啦，但我在跟教官讲话的时候，那一只狗突然冷不防的咔，就往我的下腹部咬去，你知道吗？当时我没有任何感觉。原来你下面是假的。不是，下腹部不一定是那边。然后我就想说，真的吗？我说啊，没关系，教官你们先忙。然后我就自己去后台看一下，然后呢，就把它就大概是肚脐下面3指丹田那边。然后他就咔咬了一口，你知道吗？那个是一种撕裂伤，那个伤口是不平整的。对，然后就真咬破了啊，咬破了，真的咬到了。我会没感觉，当下会没感觉，没有，我真的没有感觉，当下真的工作太专心了。对，好认真。那我就跑去跟我们那个制作人讲说，制作人不好意思，我好像被狗咬了。他就说他看了以后，他说他就对着全场，就是全场这么多人还没录影啊，大家在 setting 啊，全场说啊哈哈哈，小梁的鸡鸡被狗咬了，哈哈哈，小梁被狗咬了，然后就这样子，你知道吗？他没有来安慰我，没有说哎呦你这个怎么办？要不要去哪里包扎？要不要去哪里看看？没有，他就这样子，然后大家都来看我，然后都来哈哈哈哈哈哈。可能我平常就是一个嘻嘻哈哈的人，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这样子，你知道。然后我就说，可是那不，可是我这个我要包扎一下吧。那因为我们那个电视台旁边就是一个医院，过一个马路就到了。我说那我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先去包扎一下啊？可以，快，赶快叫医生看看你的鸡鸡怎么样啦。一直这样讲话。沿路我走出去的时候，他还一直这样子讲，对。好过分哦！那我自己一个人哦，这样子等红绿灯过马路进去挂号，然后说我被咬了，那个心情你知道吗？好，知道了。你们可以感受吗？你也太你没有感觉，因为你是玉女，你没有感觉。你是不是狂犬病到现在还没好？你那时候应该没打狂犬病。可能还有一点，人家是长新冠嘛，我是长狂犬。长狂犬。我先听，让我听听对的，好吧？跟我们支持，跟我们支持这样对的。我觉得是可以耶，我觉得只是他的心里话而已啊。我也很羡慕你逃过了那个。你觉得这句话是玩笑吗？我觉得不算玩笑，我觉得只是聊天的一个陈述一个事实，一个心里说话的方式。我也很羡慕你逃过啊，对吧？这确实。我在想，大家会觉得不同意的是，因为如果现在经痛换成头痛，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可是经痛比较好请假因为头痛没有，我可能是感冒或头痛的话，对，就是这样会不会？就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因为就会体谅女生经痛怎样。可是我觉得，如果是不要说经痛，如果是一般生病或者感冒的话，会不会就是大家就会觉得比较释怀了 ？OK， 他没有讲这个同事是男的是女的。对，同事如果是女的，一样是女生，她说这个话你的经痛来的真时候，赶快回去啊，要不然下午会免得下午被定。口气很好。对，明天下午被定，赶快回去休息吧。那是女生跟女生之间讲话，她觉得很没所谓。但男生可能觉得说，就有点刁，这是我们女生比较私密的东西，你现在在刁我吗？对不对？那我反而会觉得女生之间如果讲这个话，还感觉是在刁，然后男生之间可能男生对女生讲，可能还比较是感觉不一样，贴心。那你也觉得这句不恰当？就是你今天人家是真的不舒服，很多事实你不用硬把它在人家不舒服的时候讲出来。OK。可是如果你是在后续，如果你是在后续大家一起吃饭都说，你上次请生理假，如果是后续的话，就会觉得比较像是在开玩笑。可是当下人家已经在不舒服，你又补这一句，就会感觉我懂你意思，态度在考试。好，因为我觉得身体不舒服不是我自己自愿的，我都已经很不舒服了。像我之前上班压力很大，然后就胃食道逆流，然后最严重的时候就是一直吐，就我上班会一直呕吐，对，然后后来就严重到半夜吐到去挂急诊。那请完病假回到公司之后，然后大老板就跟我说：“你这个就小 case 啦，我还胃溃疡我每天都在胃痛你这算什么？小 case。”对，然后我的小主管就跟我说：“我们做这行的就是这样啊。”你到底是哪一行啊？你怎么这么草莓啊？这个跟刚刚那个话就不一样了。对，这个话就谁也不舒服。对，这是谁也不舒服。你爸妈听了还会杀他嘞。他完全否定你的不舒服。对，没有，我觉得如果是以刚刚那个的话，我真的觉得还好，除非是
我讨厌的同事，或是平常相处不好的。所以因人而异，对不对？阿 Q 合理吧？对，因为我觉得蛮骄傲的，我真的能躲过啊，我觉得你好羡慕，我好爽哦。除非他说哟，你可以躲过了，这种是吊儿郎当的姿态。对，可是刚陈哥那种态度，我觉得还好。这个的话，女生讲的话还 OK， 但是在日本，男生对女生这样讲的话，会变成性骚扰。真的，对，哇，就是男生提到女生的月经之类的这些话题是性骚扰的，对，所以一定要注意。对，对不对？日本现在这个很严格，日本现在连同事跟你说，哎，今天加油不行，对，今天工作要加油，他会觉得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为什么要叫我加油？对，他们会这个样子，对他们觉得就是跑啊，就是对跑。可是我们常看日本日剧，加油这么是可以告的，他说这是职权骚扰，职权，加油而已，加油，很小心，他们都很小心。上司啊，对下面的人要讲话真的要小心，然后拍桌子也是一个不行，就是一个骚扰。职权骚扰。可是如果想跟他加油要怎么讲？真的想加油的话，请问我可以祝你加油？我稍微可以稍微鼓励你一下吗？哇，日本的主就变得很难讲了啦，变得很你好忙哦，我可以给你打气吗？要询问啊，询问给同意吗？好难做人哦。日文的打气跟加油是不同的词汇。如果我真的很忙，你们两个用这样的方式要跟我加油，我会觉得你在 A 我。没有，我会觉得你故意在弄我。那你那个被狗咬要康复哦，加油，血不要流，我愿意吗？怎么康复哦？养得走。我已经太多了，对，100到100。哎，其实麻衣刚刚讲的这件事情呢，在台湾也是如此。真的吗？是，就是第一个，只要是扯到跟身体相关的，然后还有跟经期这些有关的，已经会被认定为职场性骚扰。我们这种不法侵害，法是法律的法，侵害不法侵害，不法侵害。对，所以然后拍桌子也是。然后你如果每一天都独特的去关心某一个同事，不是关心其他人，那你只有关心他，这个也非常的危险，因为它已经构成了重复这件事情。那这个句子，我觉得我会举差的原因是就不适合的原因是，我觉得看语气。那我投射的语气是这样，大家听听看这样有什么不一样？就是第一个是，哦，你今天经痛来的真是时候啊，跟你今天经痛来的真是时候，其实差蛮多的吧？对，第一个就比较像是某一种像 A 你这种感觉。那小梁刚刚问说啊，不然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说什么呢？人家经痛，或是就是他真被狗咬，你要说什么？你被狗咬加油哦！要做什么呢？其实很简单，你只要说，那我可以帮忙你什么？反而这个有些时候他说你闭嘴就好了。需要帮忙。我们今天聊了大概除了是不是玻璃心啊，或者是我开玩笑啊，但更多的我想是一个应该有的人与人之间人际关系的一种良善的建议，对不对？好吧，下一题。好，我跟男友一起参加他朋友的聚会，气氛很好，我也很努力的融入。中间朋友问到我们交往多久，我不小心记错时间，大家笑成一团。结果男友突然补一句：“不要笑他啦，他就是这么天兵。他出生的时候智商跟脐带都一起被剪掉了啦。”现场的人哄堂大笑。我事后问男友：“你干嘛要这样讲？”他说：“你的确是常忘东忘西的啊，你自己也常说你是金鱼脑的啊。”他说的的确没错，但我心里就是觉得不舒服。请问这种玩笑可以开吗？可以开吗？我觉得蛮好笑的。来，请举牌。那我觉得好像还好。我觉得还好。我们两个又不一样了。为什么我们都可以啊？脾气好好哦，好好相处，很好微笑，很好相处。我们举圈的都是觉得好笑吧？对啊。我觉得他的脐带跟他的智商早就一起被剪掉了，蛮好笑的，这样。他能想到脐带，这个也离太远了，就是多少年前的事情。这很高级哎，对，这很高级哎。因为我觉得这个出糗就是出糗，大家已经笑，就是要笑，因为就像是跌倒一样，如果在大家面前跌倒，然后跟大家都安静不讲话，我反而觉得很糗。可是我大家面前跌倒，大家开始笑我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哦，这件出糗就是可以化解的。尤其他又讲了那么幽默的事情。这种话，如果两个人私下讲的话，
女生可能觉得 OK， 可是，在那么多人的时候，很没有面子。对，不是，而且那不是女生的主场，也不是女生的朋友，对，也不是女生的朋友。然后你自己在那边讲，对，如果是女生朋友就算，然后如果是你讲了一次，可能大家笑一笑，可是第二次、第三次，再怎么好的女生一定会生气。对啊，对，你是一个刚加入他们的人，我觉得刚就有一点不舒服哎，还是有一点不舒服啊。对啊。那可是他能怎么回呢？那他要生气吗？还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当下可以笑过去，就大家笑我就回家，我可能就过了，也不用那么针对啊。回家再讲。我觉得可以说，哎呀，我宝宝就是金鱼脑啦，这种比较可爱的方式。如果真的要讲，女生会舒服一点。你可以说你不是，其实哈，他打那个比喻也是你会讲的。我不会，就不会了。我跟你讲，哎，你今天一直在做。我不是做老人哦，因为你们讲的是男女朋友或者夫妻嘛，对不对？因为我们家那个是狮子座的，那你也知道狮子座是最爱面子，因为他是万兽之王，就是在我的朋友面前，然后呢，他讲错被人家笑，他这个时候一定需要我出来救场。如果我还在旁边哈哈哈哈一直笑的话，我回去就死定了。或者是说我在旁边哈，我还补一句什么脐带一起剪掉了，我可能当场我就死定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的先后而已。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徐伟莹他会觉得说，他会觉得说是 OK。没有。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出来救场的话，你回去你当然就完蛋了。那我觉得比如说他刚有讲一个说，哎呀，对呀，你看啊，我女朋友就是那么天兵，所以我才会这么爱她呀。这事情就我不管那些什么赵正平啊、曾国成那些人怎么看我，觉得我是什么怕老婆还是怎么样，我不管，因为等一下吃完饭了之后，我跟他回家，我没有要跟这个陈哥这些人回家，所以倒霉的是我，不是他们。你真的好强哦。对，所以我一定会说啊，这么样，所以这样我才会这么爱你啊，这么可爱呀，这样子，然后把这事情过了以后就没事了，不然的话。那可能是我最后的晚餐。使用幽默感的时候，其实最简单，然后最安全的做法是开自己玩笑。对啊。如果你只要但凡开别人玩笑，你就是承担某种风险。是。那就是为什么可以开了玩笑之后大家都笑的这种人很厉害。对啊。因为他在某种风险底下还可以控制风险。哦，走在钢索上哎，对，厉害，哎呦漂亮哦，这说得好。那像我们有时候说，陈哥不好意思，因为我晚点有事，我要先走了。然后你说哇，这么年轻就先走了，这种，你当然是不是觉得不好吗？我觉得不好，而且我觉得没有伤人啊。但这种就算幽默吧。因为我没有讲很多啊，对吧？我先走了，哦，这么年轻啊。对，我也没讲什么，对不对？而且发育讲的都我有听过，对不对？对。你在那边做人设，你不要去。哎，刚刚每一题目一出来，你们两个分别就讲说，哎呀，这个就是小梁会开玩笑的方式嘛，不要去替我感觉 ，OK？ 好，来下一题。我个性比较内向害羞，那天部门开会的时候，我终于鼓起勇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结果主管立刻说。哇！大家鼓掌，难得你会讲话哎！现场笑声一片，但当下我真的超尴尬，原本累积的勇气瞬间被浇熄。主管可能只是想炒热气氛，但我却觉得自己变成了笑点。这种玩笑可以开吗？可以开吗？请举牌。我是不是有毛病？这个主管，这好难哦，这个，因为但是他很难得，他真的，我一看就他的确很少说话，难得你会愿意在这边讲话，对，会发表，难得愿意发表意见，所以我才觉得应该可以。但我的想法就是，因为他难得发表意见了，然后被这样开玩笑，他就不会有下一次了，他就不会有下一次。我觉得我难得这样讲了，对啊。难得你会讲话，比较像是你平常是哑巴。他的代名，他的另外一句的潜台词比较会是这种感觉。如果以单纯没有就字面上的意思感受的话，所以其实主管应该是要说，哇，其实你很会说话哎。荒唐过往被戳穿，史丹利拖纳豆下水。收到一个信封，然后打开一看，就是一根电熨棒，
然后2条线，想说冒冷汗是谁？到底是哪一个？对，哪一个？是代表他坏事做太多，他才会这样。我讲的是那个纳豆的故事啊，不要砍花。其实主管应该是要说，哇，其实你很会说话哎。我觉得职场上的玩笑不要讲那么多，有道理。因为像我之前就是职场上，我都会帮大家，比如订饮料、订便当，这很重要。然后就有别的部门的同事就会说：“哎呦，你领这个薪水啊，做这件事啊 ，CP 值很高哦，很爽哦。”这话不舒服，这不行，这不行。对，这话不舒服，这太刁了，这太刁了。订便当、订饮料，太刁了。拜托，订便当的学问也是很高的，那个超重要的。对啊，这太刁了啦。梁厚群终于举权了，对吧？对啊，我觉得 OK 啦，其实也是让他讲话嘛。对，一定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在会议上面讲话，其实就突然你讲一个什么，人家会印象很深刻的。其实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开的这些所有的玩笑啊，你都要小心一件事情，就是你如果是站在对方的立场跟位置，你会不会觉得不舒服？啊，我不会啊，哈，请大家多想3个人好吗？因为在举这个不法性案，尤其在职场的时候，他们会找3到4个的评鉴委员，然后到1半以上认为会不舒服，你就掰啦。哦，如果是打字的话，就是尽量避免反诘语气。反诘语气就是说好会哦这种。或者说你是没带脑吗？就是你明明要直接讲，但你绕一圈讲，在打字的时候很容易被解读说你在揶揄他。没带脑耶，而且文字又是最容易被搜证的东西。原来你没带脑耶。波浪，笑脸，这样就可以，这样就有法。有比较好吗？好了，马上来分享一下大家的心情。OK， 来。只是开玩笑，但我真的觉得不好笑。这个其实是发生在我结婚前的事情了。对，结婚前的时候就是还是单身的时候，然后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然后在我的家的信箱里面就收到了一个信封，然后没有名字，没有地址的那一种，没有署名，没有署名的那一种。对，然后我拿回去，然后打开一看，就是一根验孕棒，然后2条线。业力这真的太震撼了！验孕棒，对，在我的信箱放一个验孕棒，然后是2条线的，对，不可置信哎。然后我都开始在回推了，这至少要回推3个月吧，至少要回推3个月以上吧？怎么是3个月？不要，就是你要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不知道什么时期的啊，不可能是多吗？对，如果是上个礼拜的，应该不太可能，或者是上至少1个月前，对，可能至少是2、3个月，1个月前、2个月前、3个月前，对。然后刚好那时候我单身，然后可能就是然后比较多一点，有过一些还比较对，比较嘻哈，对，比较多一点没有带感情的可能也有，嘻哈，年轻露水晕姻缘，对，然后我就真的那时候我真的就一直在回想。一直在想说，冒冷汗是谁？到底是哪一个？对，哪一个？也不是那么多，可能3、4个或3、4个，对，可能3、4个，不是说也挥霍过嘛？3个月、3、4个，有时候可能就喝多了嘛，然后他回推3个月，回推3个月前，对，要回到3个月，对。我正在想，然后一直在想说，甚至可能有一个我还不知道联络方式。哇，城里的人真会玩，怎么那么好玩？我真的很高兴你愿意分享这些，我真的因为我结婚了，我没啥，对 OK 的。然后真的那两3天，我真的整个心神不宁，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真的我也不敢打电话去问谁，对，因为你问一个。对呀，对不对？你不认为？不对，尴尬。史丹利不认为那是恶作剧。我没想，你会想到是恶作剧吗？不会。可是如果他真的要告诉你什么，他应该要写名字啊。对，但是在那个没有，这是代表他坏事做太多，他才会这样。好，我讲的是那个纳豆的故事啊，纳豆年轻的故事。不要砍瓜啊！对啊，焦虑啊，不要做这个效果。然后没有，真的就是，然后我真的那场真的完全心神不宁，然后哇，就突然的接到，就是有一次我朋友就来找，有一个朋友就来找我，然后就说你怎么了？怎样？我就说我就收到这个心情不好，然后就是其实是他放的，然后说是我放的，真的被恶作剧吧？对，真的是恶作剧。他干嘛这样弄？他觉得好玩。
你有对他大发脾气吗？其实我真的还蛮生气的啦，对吧？我真的还蛮生气这个事情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因为他可能就我们平常可能这样闹着玩，他可能觉得这样很好玩，但对我来讲，这已经是关乎生命的问题了，这不是好玩的问题。史丹利有没有想过，因为这个恶作剧，你也乖了好几天呢？我真的乖好几天。我真的乖了好几天。还是你玩到朋友看不下去？有可能，没有不可能，不是这样，没有玩到朋友看不下去。我之前有遇过，我觉得比较有点像开黄腔的笑话，我是不太能够接受。就是之前有一年，我跟我朋友去他的老家烤肉，他老家是在山上的那种类似小村落。对，然后那一天又是烤肉，很热，夏天正值夏天，然后我穿的是短版的背心跟短裤跟一个休闲鞋，就是很休闲的穿搭。然后他的短版的背心其实也没有多暴露，因为它不是低胸，它也不是细肩带，长度其实就跟我现在穿的衣服大概这样，露小肚肚这样。对，小肚肚而已，没有到很短版。然后我到那边，那是我第一次去他们的那个村落，然后去了之后，他的亲戚朋友就直接跟我说，妹妹，你穿这样子是当这里是夜店吗？然后我当下其实我是觉得是不是我自己穿的不够得体，就是我还反省，然后跟我那个朋友说怎么办？那你有没有衣服可以借我？他说不用啦，我跟你说我的亲戚他们都很爱开玩笑。那烤完肉嘛，他们是大家会聚在他们的门口做成一圈一起聊天，就是亲戚们，然后邻居们。然后这个时候，他的其中一个长辈亲戚就跟我说。所以你今天穿这样，到底是想要跟我们哪一个男生睡啊？对，就是一个长辈，就是我朋友他的亲戚的长辈这样子讲。对，然后讲完这句，直球对决了。对，下一句直接说妹妹，所以你有自备套子吗？天哪，这太不对。然后我当下其实很尴尬，然后我的那个朋友也有跟就是他的亲戚说，不要这样子开玩笑。就他的亲戚直接跟我说，干嘛经不起玩笑，走心哦，你要走心他还比这样走心哦，这个很好笑，这很好笑，走心很好笑，其他不好笑，这很好笑。你走心了，走心了。我跟你说，一个是个走心，让我觉得前面的没关系了，真的是开玩笑。然后可是他讲完走心了，下一句他就看着我嘛。他看着我，然后再扫描到就是这差不多胸部的部分，走心啦！那么小飞机场也没有人想要跟你睡啦。天啊，他漏看了很多点呢。对，然后重点是，对，很多个玩笑，然后重点是他们全部的人都在大笑，开心，只有我一个人很尴尬。是我的问题吗？不是你的问题。我觉得第一次见面开这个玩笑，只有走心好笑，对，那可是如果这一些玩笑是我很熟的朋友对我讲，其实我会觉得还好。但因为那是长辈，又是男生，然后又是第一次见面，男性的长辈，对，所以我会觉得全身很不舒服。很像被脱光的在那边检视。对，然后其实也不是说我穿得很暴露或是怎么样。外貌玩笑别乱开，一不小心变剑拔。节目录完呢，不是一起合照吗？然后我就习惯前面蹲着，然后他就说：“你这么矮，不用蹲着，你这么矮啊。”这已经不是开玩笑了，你很常这样跟我说我觉得你们有在不法的行为。你走心了，走心了。很像被脱光的在那边检视。对，然后其实也不是说我穿得很暴露或是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碰到的时候，你要怎么我们可以怎么反应？对，怎么？很多人这时候就然后就跟一笑过嘛，或者是这么打哈哈，那就结束了。千万不要做这种事，因为刚刚讲的这种叫做讨好型，就是你只要讨好他，他就会更觉得类似的情况他可以一直讲。所以下面有个飞讯2.0、3.0、4.0，其他人来他就照样讲。所以你只要很严肃的跟他说，你觉得你这样讲合适吗？然后句子不要太长，很短，立刻结束，让全场气氛凝结，然后他就已经得到处罚。因为他要的就是那个大家笑嘛，可是他没有办法控全场。不要笑就好。有道理。因为我10几年前啊，很久以前，常常出外景节目，就是那种很辛苦，夏天很热，然后又下水啊，爬山啊，就那时候真的很辛苦。然后我也一个人来到台湾，那有一天有一个来宾跟我说，我不小心讲出来了，说。
啊，好累哦，好辛苦哦，因为真的很热，就讲出了这些话。然后那个来宾就说，啊，谁叫你来台湾赚我们台湾人的钱？然后我听到有一点啊，什么跟什么？哇，这已经不是开玩笑了，这不是开玩笑。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我听到有一点难过。然后他不止一次，他有讲过2、3次。他是一直觉得他工作被你抢走了吗？不知道，我也没有抢他的工作。然后他就讲了3次，因为他讲的时候，他们2个都在现场啊，所以表示说他也在那个工作里面啊。对，他没工作。讲2、3次，哎，讲2、3次，然后就忍不住，我有一点开始生气。我很少生气，但是我忍不住跟他讲说，我有付20%的税，比你们付的多。然后我在台湾也有消费很多钱，我不觉得自己没有，自己在台湾没有贡献，对，就直接跟他讲，他就闭嘴了，很好，漂亮。对方是男的女的？男生哦，而且他还跟我们，就是我们节目录完呢，不是一起合照吗？然后我就因为我身高比较小，然后就习惯前面蹲着这样子合照，然后他就说：“你这么矮，不用蹲着，你这么矮啊。”这样讲，就不是要说矮啊，你不用蹲着就好啦。他就故意讲说：“你这么矮，不用蹲着。”这样讲，其实很难过。这些都有取笑外表的感觉。对啊，为什么？对不对？你点着说，哎，你不要那么辛苦，不要蹲着，来，你挡不到人，在我旁边来。你就幽默，你这个也是，你这样幽默，挡不到人啦，在我这边。你很常这样跟我说，哎。对。开玩笑。可是我觉得关系够。那个没有这样的意思嘛。没有啊。要不然你蹲好辛苦啊，每个就这样蹲，你不用蹲就挡不到人，蹲着干嘛？这样，对不对？我是有一次，就是我们一群朋友去唱歌，其中有个朋友，然后他就说，哎，我等下有个朋友来找我一下，然后来了之后，那个朋友，就看到我们这些女生嘛，然后就可能比较知道我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哎呦，我跟你讲，我有一首主打歌，很适合你这样，然后呢，唱到副歌的时候，他就说，哎呦，来哦，现在哦，接下来这个副歌就是唱给你听的。我说，哦，好啊，那我看看歌词，远看是一朵花，近看，哎呦喂，我的妈，你长得像我 uncle。马斯卡那个啦，对，一朵花，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只是会觉得现场这些女生里面，我可能比较开得起玩笑，他想展现他的幽默感。一定要开玩笑。可是对于我而言，我会觉得我又不认识你，我比较经得起玩笑，但不代表我需要被你开玩笑。刚认识而已。怎么也是 auntie 啊？怎么是 uncle？ 也不是培养器啊！我想说我是长得很老，还是我是怎样长得像男的？对。我真的花了一整晚时间检讨自己，然后睡不着之后。睡到早上5、6点，我还跑起来去照镜子，然后在那边看，一直研究自己说，天哪，我到底是怎么了？然后我还去翻之前的照片，确实啊，就是我就发现我的黑眼圈好像跟可能1年前的黑眼圈，然后还有那个脸颊凹陷的感，就是那种苦命感，然后就是气色没有光泽了，对，没有光泽感，然后没有那种水润感。我还去研究了我当时所有的保养品组，我想说会不会是我的保养品要提升了？后来我就发现，那还是我应该是要内在的保养，其实也很重要。像我那找到一个日本的品牌，试了1个月的时候就超级有感。然后我还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哎妈很有感的，你要不要试试看？然后我妈来我家的时候，也就是就带了1盒走，她试完之后，她说，哎真的很有感哎。像这一天那阵子，因为我跟家人出去其实都不化妆，是只擦隔离霜，然后就是蜜粉就出门。可是你看我妈妈也是整个很童颜，然后脸也是很圆润，然后很水润感。然后我跟我妈妈2个人气色其实都很好。爸爸就没吃哈，爸爸没吃，爸爸真的没吃，因为我爸就是很懒的人，要疲累一点啊。我觉得是该补救一下。真的差很多，对不对？然后我想说，从那个时候我妈就跟我讲说，要每个月固定订给她。她是可以定期。对，每个月固定订给他，然后我自己我就订一个他家一组，我家一组，然后就每个月这样吃下来，这样已经吃了几个月了。我自己觉得很有感，我今天有带到现场跟大家分享。太好了！谢谢你。就是这一款日本老品牌光速小粉包，重点是它在台湾连续12年热销第一。你看一个品牌能在台湾站稳12年，然后12年都热销第一，代表它一定有它的品质保证是存在的。自从我开始补充这个胶原蛋白，这个光速小粉包之后，真的会觉得你整个人的气色
是很水润感。最夸张的是，我前一阵子走在东区的路上，被一个大概大学生20出头弟弟搭讪，我很像是那种被搭讪的小女生，然后我害怕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就逃跑了，开心的。然后在逃跑完之后，我就一直很后悔，我当初怎么没跟他留联系方式。没关系啊，就继续吃啊，后面的机会很多。对，然后但是我当然还是会觉得很开心，因为代表说内心的会有成就感，就是我努力了1个月。因为以前我喝这种胶原蛋白粉的时候，我都是用玉米须茶，因为很多的市面上坊间很多的胶原蛋白粉都会有个腥味，但是他们家我发现，完全不会，我可以用一般的水就可以了。我觉得大家可以现在喝喝看。今天帮大家兑的是无糖茶，它喝起来的口感的味道好到你可以用一般的水就可以泡这个胶原蛋白粉。像圈内有很多的女明星，很多人仙女系歌手田馥甄 Hebe， 她永远你看她连工作的时候她都没有在浓妆，这种自带女神光的感觉。自带女神光好 Melody 妹姐。她都是2个小孩的妈妈了，然后每天工作都排得这么满，可是她也是一样气色维持得很好。他们家有个专利独家的光速觉胶原蛋白，这个光速觉胶原蛋白它分子非常的小，而且很好吸收，像火箭、高铁一样，瞬间就可以帮助你吸收，代表它的分子非常的小。它还有维生素 C， 然后到了夏天可以帮助我们女生，你看风吹日晒雨淋。维生素 C 就可以帮助我们补充，1包就可以搞定2个，而且它里面有个成分是牛乳神经酰胺，可以帮助我们的由内而外补充我们的保湿。而且其实像我自己是属于这种健康肤色比较黑肉底的人，我跟大家讲，一定要呢持续的补充这个光速小粉包，因为即使像我这种黑肉底，也能保持整个光泽感，然后重点是会有水润透亮的感觉。这很重要。对，我觉得芭玉姐姐来摸一下，我吗？我来摸吗？你可以摸摸看我的身体，就会有那种润润的感觉。有没有润润的？然后呢，就是感觉身体不会干干扁扁的，是感觉得出来的。对。然后另外像我自己还很推荐一点是，也有一种类型的女生，她们超级适合进厂包，已经变成很多女生的日常了嘛。因为大家现在都很爱美，然后 social media 的时代，所以我自己是会认为，你有长期在补充这些东西，胶原蛋白，你就可以从内而外的让你自己整体的状态跟体态是非常好的。然后年轻女生吃，妈妈也可以吃。而且我觉得男生也可以开始补充胶原蛋白。然后像我很多，因为我自己会很常发一些素颜照在我的社群平台上面，也有很多网友会问我说，你怎么感觉你已经30+了？但是呢，你的气色跟状态还是维持在看起来很幼态的幼态感上面。我就会跟他们分享我最近用了什么啊，包括保养品啊、化妆品啊，我吃了什么，我就说你们可以去试试看这个光速小粉包。重点是我还想跟大家分享它的 CP 值很高，因为呢，它除了有像这种。3个月份的1盒是30天，他们有出15天的小盒的。然后另外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很方便，是像家里如果有长辈，或是你们想帮长辈订的话，也可以直接请长辈打电话，或者是你直接从你这边跟官网订购。重点是1盒就可以送到家，运费全部都是品牌吸收。然后像我自己呢，就是现在目前每个月定期订1盒给妈妈，然后1盒到我家。然后日常里去补充我们这些流失的胶原蛋白，分享给大家，感谢分享，谢谢你哦。来提醒大家哦，如果你对这个光速小粉包有兴趣的朋友们，记得锁定我们女王大人的粉丝团，有机会可以得到哦。哇！对哦。刚刚那个分享就不是开玩笑了，那个不是开玩笑，对啊，这是真的。那个是你整个用完之后就笑哦，有效，那个用有效，不开玩笑，别人看到你也会笑。没。节目效果做过头，竟然笑着笑着就哭了。在录影的过程中，然后他就把水拿起来喝嘛，喝了水以后，然后就啪喷在我的脸上，因为知道他在做效果嘛，对不对？啊哈，大家都在笑，你那时候会觉得说，心里有一点酸酸的。我有一个，大家可以来帮我们集思广益一下，对不对？好，那我遇到的例子呢是这样，就是说，因为那时候我刚到那个荧光幕前来工作的时候呢，比较前辈的那一些人，比如尤其是秀场经验的人，那因为他们是在舞台上，所以他们必须要有一些动作，才能让后面的人感受到他表达的效果跟气氛是什么。好，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重力摔。
好让你看到，或是那个有的前辈喜欢打巴掌，哦，对对对，对不对？那就是他做这些干嘛？其实他也没有恶意，他跟这些人台上人、台下人他都很熟了，他只是要做效果，让舞台下面的观众，哪怕后排的观众也可以看到说，哎，我们台上到底在干什么这样，哦。那我遇到的状况是这样，就是说呢，也是有一些，比如说前辈，然后我们一起来上节目嘛，啊，那大家都同一场这样子，然后在主持的过程中呢，大家就会开玩笑嘛，对不对？那比如说开玩笑了以后呢，那比如说我是坐在那个高脚椅上面，然后他可能过来呢，帮我把整个椅子，因为我坐在上面嘛，他把整个椅子推倒这样。好，然后意思是说，啊，你那个我别讲，那就鬼打来，或你什么摔倒这样子啦，大概是这个意思。像掀桌子那样子。对。那当然他推不是说我啪真的摔在地上爬不起来，没有，我这比如说一推我自己也站起来了，就是一个踉跄而已了，也还好这样子。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呦，他会有一些动作咯，他会有一些动作哦。好，那我们就节目又再继续嘛，因为都在录影的过程当中，因为那个时候呢，制作单位呢就会发一种东西叫做杯水。现在比较少了啦，那个时候很多，好，就是一个杯子嘛，上面有个封盖，拿个那个插吸管，那个吸管插下去嘛，然后他会一个人在每个人的座位放一杯嘛，啊，就比如说，哎，你们口渴的时候，哎，可以拿起来喝一下这样子，啊，不喝就放在下面这样，杯水这样，然后那个前辈刚好呢把水，在录影的过程中，然后他就把水拿起来喝嘛，那我就可能就站在这边，然后他喝的时候不知道讲了什么，我也忘记了，然后他就。喝了水以后，然后就啪就喷在我的脸上。哇！为什么？那当时呢，因为大家都在笑嘛，因为知道他在做效果嘛，对不对？啊哈，大家都在笑，那我当然也是笑，因为你看，就像现在这样，红灯亮着在看我啊，我总不可能。突然没反应，或者是怎么样，表示我很生气，不可能嘛？那我当时愣了一下，那我也是哦，哈哈，又笑，然后又继续继续主持的工作，或者继续在大家聊聊，哈哈哈，录完了嘛？录完了以后，我们不是啊，谢谢，拜拜，然后你不是就是走回休息室去坐着了吗？那个时候坐在那个镜子前面，你那时候会觉得说，心里有一点酸酸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种被侮辱的感觉，就是心里面有一点酸酸的。虽然他没有对我做什么，他没有打我巴掌，或者说他没有说什么拿个死鱼打我的脸，他没有这样。大家都没有跟你道过歉这件事。当然，等他喷的时候，他有来，哎呦那啦，有稍微这样，但是也是就是等于是舞台上面的一些动作了。好了，确定这是综艺前辈做的效果，确定是它是一种效果。就做刚刚你们所看到的画面，这样的玩笑你能接受吗？请举牌。我不行耶。都可以啊。蚂蚁你也可以啊。我觉得时代不一样，以前日本综艺节目啊更夸张啊。对呀，就日本综艺节目更夸张，很夸张啊，粉啊，什么水啊，什么果冻啊都来了嘛。哦，对，日本那个哈。那这个就是节目效果，就是我们专业的艺人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工作。OK。对，但心里不舒服，我懂，但是可能要忍耐一下。以前日本那个更夸张，没错。对，而且他们更重视前辈。我也是觉得就是。毕竟就是工作，我不可能就当场就发火啊！你当然会内心在私底下内心会觉得，他是不是冲着你知道的，对不对？对。他如果不是的话，何必呢？对不对？对啊，就然后你这边发火，你自己也不好看啊。我也是一样啊。哎呦，我觉得这样就是不要破坏气氛嘛。然后不错哎。可是我会在现场的时候，我再喝一口水，然后吐在他身上。什么？这样，因为他也会觉得是效果，那我也用效果来回敬他。白目朋友烂玩笑只会让人满肚子火。咒里面就是演一个比较白目的，就有些朋友就是会比较白目，就是不叫阿 Q， 就白目的直接这样叫我，然后还叫我模仿那个我电影里面的情景，我就会表态嘛，就是我就那个不喜欢，你还在那边说哦好无聊，我开不起玩笑，好烂哦，对，很不爽。我会在现场的时候，我再喝一口水，然后吐在他身上。什么？这样，因为他
他也会觉得是效果，那我也用效果来回敬他。那他应该也不敢发脾气吧？发脾气就算了。对啊，对。大不了换工作嘛。我知道我为什么会举叉呢？为什么？我觉得效果有很多种。起码我在这一刻，我觉得这个我们互动里面，我可以想到8个效果，但我就没有一个会拿水吐你脸啊。不是，通常都是你喷人的那一种吧？你不是，别人不会喷你，那是你喷人那一种吧？你的地位，我不会这样子喷，这我觉得不妥啦。对，我会觉得不舒服，不妥，对不对？它是个不妥的玩笑，但你们都觉得可以，我觉得蛮好笑，我觉得好笑就好，好笑就好。而且我这样身份地位有可能必须得靠那一吐，然后真的吐光。他可能觉得他在做球给你，我反而会先感谢，就是觉得他会让你增加你的画面。对，那个红灯照我有镜头了，这样我觉得蛮开心。下次不要吐水嘛，那个撒钞票在我脸上，那我可以。对，也可以啊，那就是很不错，我脸。对啊。好笑就好，好笑就好，我觉得。飞旭，你也可以。我也是这样觉得，而且这样子还会反而搞不好让观众更记住我们这种。那可以先送杯水进来了吗？准备好了，来，11也可以。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个就是一个职场啊。对啊，对啊，在职场上，他用这种方式就说，我们为了增加业绩要干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真的觉得不舒服，然后你也没有讲出来，是后续也没有请别人的话，那很有可能你就是难过，然后就一直难过下去。就是有些事情表面上好像让它过去，可是心里却没有过去，就是因为你没有讲出来。我觉得好笑都好，但我就很讨厌那种得寸进尺，或是已经开到烂的玩笑还一直开。那个人太白目了。对，就跟你的好笑都好，也是很主观啊。对，所以我觉得嘛，是我自己觉得。对啊。然后我那次不开心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有演咒嘛，就那个电影，那时候还蛮有名的，所以大家都替我蛮开，我觉得我的朋友替我很开心，就是找我去很多认识新朋友。我就很开心，那大家都聊得蛮好，可是就有些朋友就是会比较白目，就是因为我在咒里面就是演一个比较白目的那个，就是会打破禁忌的那个角色，就是最白目的。然后他们就会开始叫我叫阿 Q 嘛，可是他们开始聊天聊就已经不叫阿 Q， 就白目的那个直接这样叫我，然后还叫我模仿那个我电影里面的情节，然后模仿就算了，好笑就好，可是他们就会突然每次会突然就是白目的再一次，我女朋友想看，我要传给她看，叫你做那个戏啊，耍猴戏啊，然后就开始会得寸进尺是什么？就是会开始吓我。因为恐怖片嘛，恐怖片里面我是被吓，我演的那种很可怕，被吓到那种，然后他们就会动不动就吓我，比如说我从厕所出来，他们就这样吓我，然后我是很好的朋友吗？就是朋友的朋友，就他们已经得寸进尺，才是白目。对，然后我就会表态嘛，我就那个不喜欢。他们就你走心喽，你也有比手势，同一个人，刚才没有，就是我觉得我都已经不开心了，然后你还在那边说好无聊，我开不起玩笑，这种我就觉得对很不爽，而且我觉得被侮辱了。对啊，他叫你耍猴子，他们耍猴子给他看。好像陈哥演了那个电影之后，大家都每次看他就要露屁股，对，这样也是好想看啊。对啊，我没看过哎。我觉得你们有在不法的情况。你走心了。玩笑之所以好笑，是因为双方都能接受嘛。那当然。而且如果你开一个玩笑，然后对方觉得被冒犯了，那就不好笑了，也不叫玩笑了。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对，点到为止就好了。这样才能够笑得自在，让彼此都舒服。达到宾主尽欢的效果。OK。祝福大家都做一个说话有温度、玩笑有界限的人。OK， 女王大人，下次再见。See you， 谢谢大家，谢谢。下来就谢谢。你聊都是谢谢。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